星海灿烂》正在热播中，文帝因为凌不疑的婚事要觐见程少商，特意邀程家人入宫。程少商因为在宫中偷听到五公主与皇后的说话，被五公主言语羞辱责骂，危难之际被洛继通救下。这洛继通就是长水校尉洛柱之女，五公主的伴读，与凌不疑从小青梅竹马，在宫中长大，从小爱慕凌不疑。然而看似温文尔雅、贤良淑德的洛继通，背地里却是心狠手辣、工于心计之人。在得知凌不疑跟程少商定亲之后，表面上毫不在意，在宫女跟他说皇后不是要把你许配给凌将军时，还斥责宫女不要胡说造谣，但是心里对皇后已经充满了怨言，满心想要拆散凌不疑和程少商。从原著中可以得知，娇生惯养的五公主本来就对程少商不满，洛继通利用五公主之手谋害程少商，并歹毒地把知情的宫女给杀人灭口。但是事情很快就败露，凌不疑查出真正的凶手其实是洛继通，但是他没有揭穿洛继通的假面。洛继通后来也是为了家族远嫁给边疆。本以为凌不疑和洛继通从此不会有了交集，却因为凌不疑为报家族之仇被文帝发配给边疆后，洛继通对凌不疑又重燃了感情。为了改嫁，她用慢性毒药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并伪装成病死的，并且继续伺候公婆，获得好名声。在凌不疑落魄的时候，对她嘘寒问暖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凌不疑。凌不疑其实知道洛继通的真面目，也知道洛继通丈夫的死就是被她毒死的。然而她没有拒绝洛继通的照顾，是因为她这辈子已经决定终身不娶。她留着洛继通是为了阻拦其他女子的纠缠，直到回到京城后才撕开洛继通的真面目。5年后，洛继通随着凌不疑进京，这5年里一直是洛继通在照顾凌不疑，很多人都已经默认了这位红颜知己的地位，给了洛继通无上的虚荣。毕竟凌不疑一看就知道是家里丰厚又得圣心，而且凌不疑身边只有过2个女人，第一个是前未婚妻程少商，另外一个就是洛继通。而此时的洛继通还不知道凌不疑只是拿他当挡箭牌而已。从小在宫中长大的凌不疑其实就一直顾及女子的名讳，不喜欢就不会给人希望，唯独洛继通是个例外，因为他知道洛继通的真面目。洛继通擦拭眼泪，冷笑道：看来你对我另有定论了，既然如此，又为何容忍我接近你？若你真的是一个心善忍阴的好姑娘，我一定离你远远的。洛继通愤恨道：你只看到了我的坏处，却一点也看不到我的好处吗？我恪守承诺，尽心竭力地服侍王父和贾氏双亲。霍不疑讥笑地笑出声：洛娘子别装了，你的用心别人猜不出，却瞒不过我。洛继通在得知原来凌不疑知道他的所有底细后，变得疯魔，得不到就要毁掉。洛继通也是在皇后身边待过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凌不疑就知道他虚伪，但这坏事毕竟不是他干的。是以你就看着五公主活活被杖毙无辜的小宫婢，是偷瞧我的小女娘溺死湖中，然而你还替她在皇后面前遮掩，直到程少商被五公主陷害杀人。虽然事情很快就败露，但是凌不疑注意到洛继通身边的贴士丫鬟春条被灭口了，这不符合五公主的做事风格。五公主一向是只求做坏事，搞陷害这种事情她真的不擅长。洛继通贴身丫鬟春条身亡，凌不疑确定幕后给这五公主出主意的就是洛继通，而且世家大族这种女公子的贴身丫鬟一般都是很难被收买的，毕竟父母都在身上。而后面洛继通前夫贾氏七郎的死，让他越发确定这个女人的可怕。洛继通的前夫一直身体不好，但家里一直养得很精心，是洛继通利用食物相克，慢慢的杀死了他。而凌不疑之所以会替洛继通隐瞒，是因为洛继通救过梁秋妃。凌不疑不会知道他放过洛继通，会差点让自己彻底失去程少商。程少商回宣太后的故乡，结果却不小心遇到了洛继通，两人的人马一看就知道程少商不占优势。自知掌握局势的洛继通和程少商说出了最后的心里话。其实洛继通这样的人也不是真的喜欢凌不疑，他只不过是爱慕凌不疑的权势。贾家的公婆对他很好，但是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为了贾家的名声，他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满足的。他们对我好，一来是我将他们赐福的舒舒服服，二来也是为着贾家的名声。如今的西北诸城，谁不说贾家门风高洁，长辈敦厚仁善，小女娘们都盼着嫁进去呢？
在贾家四郎死后，他的公婆还曾经亲自替他向林不疑求亲。后来车上商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制作的火球救了自己一命，不过也因此在林不疑赶到的时候没有能够抓到洛基通。不过洛基通虽然逃过一劫，但却得到了更惨痛的下场。外屋竟是洛基通的心腹尸首，4名舞婢划过或躺在里屋的通道上。最后洛基通的尸首映入眼帘，他头颅低垂，被砍下4肢，割去双目与嘴唇，以一钉长矛钉在墙壁上。坏事做尽的洛基通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得那样凄惨。